这个人的手艺半点没有变化。那不是他的房间。这房间里莫不是有什么奇珍异宝？神清夜，神落星，神观月。这里竟然是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。打扰了，诸位上神。千机，
诞生新的神奇了。天道可有赐名？天道赐名行止。行止，好名字。他的使命呢？最奇怪的一次，天道并未给予天启之事。给你，你会怎么样？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呀？洗洗脑子吧。行止。这个小行止，调皮。来，幼稚。还有吗？啊？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，当是极清净之地。把这么重要的地方，随便摆在这样一个屋子里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仙界的人是日子过得太舒坦，门口也不知道设个结界拦一下。这儿不能随便进来。我先前没有告诉过你吗？那我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啊？来不及了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来都来了，一起过来拜拜。也有好久没人过来看望他们了。此处的景色与天外天一样，他们素日里也会派成星宿努力，不会到处乱走。可能今日见到你来了，他们就跑过来凑热闹，看来他们很高兴。他现在是真的开心。我看到的只有这些灵位上刻的字，而行止看到的却是他曾经的朋友。
一些再也回不来的友人。行止活到现在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年了。他被三界称为尊神，享最高礼遇，独居天外天，握苍茫星辰，观天下大事。可却再没人能陪伴他左右了。他站得太高，谁都无法触碰。会觉得寂寞吗？为何这么问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若有朝一日，灵尊、肉鸦、我的将士和下属们，皆变为不能说话的牌位，而我还要一人独自守着空无一人的灵界，我必定是活不下去的。习惯了便好，并且我重责在身，你说的寂寞也好，生死也罢，都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上古神不应该是将世间所有都握于掌心的吗？算是吧，但唯独我自身除外。神因力量过于强大，而不能动私情。我想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况且生与死，也不在我的掌控当中，除非待到我受尽之日，化为天地之气，永驻山河，否则我还不能死。受尽之日，上古神也有受尽之日。自然，万物有生，岂能无灭？虽然我的寿数很长，待到我受尽那一日，我便随天道之力，化为天地间一缕生机，融入到山河湖海当中。神形虽灭，但神力永存，继续守护这万物星辰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些神明都是寿终正寝，化为了天地间的一缕生机。他们中有3成是寿数尽了，剩下的7成都是在受尽前出了变故，做了有悖天道之事，被剥夺神格，永堕凡世，到人间尝百苦去了。他们神形俱毁，神力荡然无存。他们生前在世间残留的法术也尽数消失了。这些灵位也算是天道仁慈，给余下的人留下了一点念想吧。而我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这里的灵位一点一点的变多。也就是说，顺应天道受尽而去的神明，他的神力还会留存在这世间，但若被天道剥去神格的神明，便什么也不会留下。若有朝一日你出现任何变故，那虚天渊是由我撕裂出来的一个空间。若是我被剥夺了神格，
没有了神力维系法术，它自然会消失。那会有数千头像蝎尾狐一样的魑魅逃出来？不会，它会随着虚天院的消失而消失，但与此同时，灵界也会被虚天院牵连，一同沦陷。为何？哪怕是神，也要开辟出那般巨大的空间，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所以我借由灵界五行之力，并注入我的神力，方才铸成虚天元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灵界与虚天元便连通在一起，同存共亡。你竟然做出这种不顾及灵界子孙后代的事！若虚天院有任何变故，那我灵界岂不是第一个遭殃？我若不那么做，灵界早就不在了。我知道，在一场战斗当中获得一定的利益，必定要做出这种牺牲。但这样的牺牲，你不能出任何变故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，必须要给我活到寿终正寝之时。自然，更何况现如今天外天只有一个神，整个天外天都是靠我一个人的神力维持着。如若我要是不在，彼时天外天倾覆，星石落瓦，尽数砸在九重天上，必定使九重天塌陷，危害天下苍生。这三界唯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幽兰说的没错，星芷不能出世，没有谁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，只因为他早已不单单是他自己了。如此沉重的责任，实在让人难以背负。所以，神力，我不能喜欢你。神君玩笑呢？事到如今，沈离哪还敢对神君抱有什么幻想？只是神君莫要时不时的撩拨沈离。但我控制不住啊。我控制不住想要撩拨你。这个家伙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自己责任沉重不能动情的人是你，现在说出这种话来牵绊我的人也是你，推开的人是你，握紧的人也是你，你是有毛病吗？应该是有点什么病吧。这算是承认了什么吗？他的话说得如此模棱两可，但背后的意思却那么明确，所有的情绪都该收敛了。可是他说他做不到，那么既然如此，本王必定会替神君治住这个毛病。这原本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事情，但没办法，一个身负天下重任的人在我面前耍无赖，那就由我来吧。我碧苍王没有斩不断的东西。那有劳王爷了，还望王爷莫要治标不治本，定不负所托。王爷，
星旨还有一事相托。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倘若有朝一日我身形消散，留下一个灵位在此，我还希望王爷闲来时能够前来打扫探望一番。为何是我？因为正好你看到了。神君仙寿绵长，沈离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如果你都等不到的话，那这寂寥天地也未免对我过于残忍了吧？我比谁都清楚，记忆不会保存太久。若有那一日，我希望他能来看看我，常看看。总会记得久一点。若是他早早把我给忘了，那我该多寂寞。归来，好友碧海苍穹。哼，这偌大的仙界，还能给我饿死不成？不大，但是又香又甜。王爷若是不信，可以随便尝尝。这是让我随便吃的意思？你随便吃吧。这幽兰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想借着这几个仙桃噎死我不成？还是要陷害我，偷拿仙果？哎，你们幽兰仙子给的东西，拿了不算偷吧？王爷说笑了，既是神女给的，自然不算偷。这仙界的酒，劲道未免也太大了。哼，这就庆祝上了。
你们看到那是哪家的座驾？看起来真威风。不知道啊，真的好漂亮。这是什么？真是威风啊！这怎么了？这回车之力竟如此强大，若不是凤凰天生火性，或许在我接住这压力之前，便已被灼烧为灰烬。啊！天君，有火光，往西院去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西院，西院供奉着上古山的灵位，碧苍王也在西院。是去哪儿了？这是？走。本王在此，烈休想毁诸神一尊威严。凭着你先进那些蠢货，如此重要的地方，竟不知设个绝技护卫一下，而且事发这么久，他们就没有谁看见这里不对劲吗？星界这些神灵，当真是说大日子过久。他日若是灵界攻上仙界，不消一天，就能让这群酒囊饭袋俯首称臣。我愿那么密切，天道为何不许神明生前往？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若随心所欲，使人私情，天下岂不大乱？沈离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死不了，只是我有点累。你为了这间破屋子，把自己逼成这样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总不能让你一点
获悉仙界添置丹大宝典，务必彻查。是。3天过去了，天兵派了一队又一队，火攻这么严重的事儿，居然还没查出来。看来如今的仙界真的是悠哉的太久，众仙家也真是散漫成性了，是该整肃一番了吧？回禀天君，回禀天君，调查西院被袭一事已有进展。快说！臣等循着行止神君扔回去的火球，在北边一隅发现了侵略者的行迹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处已无一生者。人家躺在那儿让你们查，你们居然还查了这么久。微臣惭愧。继续说，到底是谁有胆量敢来袭击我们仙界？北海一族。北海一族，他们一向是性情温顺的一个族群，千万年来从未挑起过战争。这次发了疯的袭击仙界，背后定有隐情。无远，在，立刻去北海一探究竟，速去速回。是。看来芙蓉这次真是花了点心思在沈林养伤的地方。皮外伤而已，何须养那么久？简直是浪费时间！你让我出去？伤没好以前，哪儿都不能去。那些天火根本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，主要是我此前进了洗髓池，被洗去了灵力而已。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若不是房中灵位之气溢出，无知友人们以神力护住你的心脉，你还能像现在如此大声地跟我讲话吗？如此，竟是那些灵位之力露了出来，护住了我。这些上古神也真是神奇，都已经毁得只剩下一个牌位了，却还要抽空护住个把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神君，下次去祭拜的时候，替我说声多谢。另外，既然当时我已经被护住了，那就说明我已经没事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不行。你关着我做甚？你非要出去做甚？啊！已经3天时间了，仙界却还没有捉到主谋。说什么派人去探查消息，就算是前天出发的，这2天从仙界往北海也能跑10几个来回了。难不成这探查消息的人是栽到水里迷路了不成？怎么办事的？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作往日，我定要提枪剿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，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。
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做往日，我定要提枪剿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，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。我会帮你讨回来。不需要。你这伤还疼不疼？放我出去。不。神君，神君，王爷，王爷，天君请你去凌霄殿，有要事。何事不能托人传信过来？神君，真是要事。带路吧。那便一同去吧。毕参谋，灵界传来消息，灵界都城遭北海一族袭击，灵尊昏迷，10数名将领牺牲，各处战乱，情况极危啊！何时传来的消息？5天前就传来了，只是仙界遭了祸袭，各仙家奔波忙碌，这书信今日才传到我手里啊。这是5天前的战报，如今情况只会更糟。仙界的形势之慢已经让人无话可说。然而此时任何对盟友的抱怨都是无用的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需要冷静分析。如此看来，5天前仙界遭到的攻击乃是佯攻，是对方声东击西之法。对方不过虚晃一招，已经让仙界众人上下奔波，乱成一团麻，无暇顾及其他，自然也不可能相助于灵界。但是灵尊昏迷，10数名将领牺牲，如此惨重的伤亡，这不是灵界应该有的。灵界的将领皆是万中挑一的精英。沈离恳请天君让在下立时返回灵界。这是自然。灵尊昏迷，定是伤得不轻。这些丹药呢，拿给灵尊服用。我已点兵，很快就助灵界剿清悍匪。灵界的暴乱与遭到攻击，绝不是偶然。若是按照常理推断，这应当是夺权之争。北海一族，或许也只是借来的幌子。神君与我想到一处去了。我想这灵界肯定有人暗中作怪，想推翻如今灵尊，另立新王。可彼时新王定与仙界相对，这麻烦极大呀！神君近来奔波劳累，这百花宴呢也未办成，我等真是无能啊！神君离天外天已久，然而天外天呢是……明日我便返回天外天。好。这些日子多谢神君照拂。
审理告辞。倒是可以好好控制一下。进退失据，怅然若失。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他，你早知道的，该放手。慢点啊！大家，将你们的情绪收好，成何体统？本王不管现在发生何事，军中将士当差之时不许落泪。若再让本王看见有垂泪动摇军心者，斩！遵令。灵尊在何处？回王爷，灵尊现在正在寝殿之中静养，还未清醒。王爷，难道灵尊的伤又恶化了？灵尊还在昏迷。哟，这是天君给的丹药，你们看看是否能用上。王爷实乃是灵界的福音呐！奉承的话就别说了。灵尊为何受伤？灵尊所受之伤是颈项上一剑，而这一剑却不重，真正这是灵尊昏迷不醒的王爷是毒。什么毒？好似是一种瘴毒，初中毒能使人丧失理智，而后会致使昏厥不醒。若中毒者身上有伤口，其伤口便无法愈合，流血不止。但这种瘴毒与别的瘴毒有些许不同，它好似对灵族之人的身体伤害极大，可对其他别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威胁。这简直就像是针对灵族而提炼出来的毒药一样。瘴毒，我中的毒很难解吗？略微有些困难。可那时那毒并不太厉害，行者也稍动法力，便将瘴毒驱散了。如今这毒，当时那人不是死了吗？青颜赤荣呢？二位使者在出事前被灵尊派去调查各地傀儡作乱，尚未赶回。这么巧，简直像是算计好的一样。那些将军，牺牲的将军可有安葬？尚在城外军营中停放，可能还得几日才能下葬。为何？根据军规，大战过后，要先把士兵都埋完了，才能安葬将领。已经过了5日，到现在士兵还没有安葬完。好好守护着灵尊，务必要让灵尊尽快醒来。是。
灵界并不是一团散沙，这些士兵也不该把谁看作救世主，他们该是有秩序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该按计划行事。平常他们也确实是这个样子，即便是吃了败仗，也不会见他们有这样的表现。而这一次，看来情况比想象中更加严重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末将无能，末将有罪。两位将军，请起。到底是多大的打击，才让向来有士气的灵界将士如此颓然？先跟我说一下，灵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5日前，一队人马虎从南边袭来，他们只有200人马。200人马？200。区200人马，竟将我灵界践踏到如此地步。对方什么来头？他们打的是北海一族的旗子，来的皆是彪形大汉，浑身黑衣铠甲，力道惊人，而且手中兵刃锋利无比。他们将人的脖子直接折断，或是活活打死，更有甚者，将人直接劈砍而死，力量极大。他们的皮肤好像异于常人，普通的士兵难以刺入，唯有稍有法力的将军，将法律关于兵刃，才能伤其一二。对方有无留下尸体？没有。末将肯定已经砍下30余名敌人的头颅，但尸首皆被对方带走，唯有8、9名敌人被灵尊擒住，生生炸成肉泥。若是他们的话，有200人，力量确实不可小觑。对方的领头之人是什么人？是一个戴着斗篷的黑衣人，外形与常人无异，但一手剑法极为诡异。灵尊便是被他的剑所伤。不愧是碧苍王啊！如此，倒也说得通。只是他怎么会是北海一族的人？先前他在人界诛地仙山神，现在又大费周章的先佯攻仙界，又袭击灵界。他们攻击灵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灵尊金印被他拿走了。金印？当真是夺权吗？可是光夺走一个金印，又能夺什么样的权呢？这里躺着的人，本王皆能唤出他们的名字。
但如今，有的却已认不得他们的面目，有的尸首不全，有的面目全非，还有的……这是谁？莫方，他拼死斩下3名敌人的头颅，却被几名敌人团团围住，活活吞噬了。莫方，莫方被吞噬了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没有尸体我不信。末将亲眼所见莫方将军被他们吞噬，末将也是。知道，本王知道了。灵族惨败，将士惨死。若那时我在，或许就不会这样。王爷不必自责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后悔无用，遗憾也无用。我能做的，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。你他娘怎么活无以无名，引忘川。
抗龙手以命立誓，此仇必报。将军，属下收到确切的消息，沈离在今日下午便回了灵界，他带回了仙界的丹。过多，尚未苏醒，由我们3位长老代替灵尊暂行职权。在敌人袭击王都之时，暴乱发生，然而不过几天，各地都渐渐平息下来，简直就像为了牵制灵界各地军队一样。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那说明有内鬼。这不单单从暴乱一事来看，老朽前几日就在研究对方撤退的路线，若不是非常熟悉王都构造的人，断然是不会这么快就撤离出去的。
而且更糟糕的是，各地皆有乱象，那便说明各地皆有内鬼。查！这些内奸不仅熟悉当地，还熟悉灵界的军队构造，必是军中之人。在此一战中，失踪的人、行踪诡秘的人，将其三族全部捉拿，一个一个的审。报！各位大人，那些刀枪不入的怪物又出现了。什么？何处？人马多少？只有4、5名，他们去的方向是虚天渊。啊！虚天渊中有数以千计的魑魅，若是他们撞破结界，放那些魑魅出来，于灵界来说，那可是灭顶之灾呀！是啊，是啊。虚天渊的结界不会破，各位稍安勿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举动吗？有，他们沿途烧杀，所过之处没有一个活人。混账东西，真欺我灵界无人了吗？王爷，末将请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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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先前在王都都拿他们没办法，而这次就能赢得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真的由得他们横行霸道了吗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拦住他们！哎，闭嘴！我灵族将军岂能如此轻易的便去拼命，当真让人笑话了去？此次由本王亲自去会会那些怪物。王爷，王爷，本王先前与那些怪物有过交手的经验，只是不知过了这么久，那些怪人有没有变得更加厉害，以防万一。朱飞将军、上北将军，在。你们2位皆在之前的战役中与这些怪人交过手，相比于其他将军，经验更丰富一些，也更有实力。此次由你们2位陪同本王一同前去。领命，领命。此次战役不为杀敌，只为活捉。到宏远四民，必于虚天渊边缘之处，常年受瘴气侵扰，体弱无灵力，无力助灵界降服邪祟，唯有其愿。灵界安宁，诸邪退去，拜。
走吧，走吧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就待在这儿，吓他一跳。我是阿远，吓坏我了！我就知道你在这捣乱。房子里太黑了，我们去外面玩吧。嗯。这不是阿红的面具吗？刚才还在这儿的呀。阿远，怎么了？那是什么？妖怪！妖怪！快跑！烧仙剑，烧伤本王，这是还你的礼物。有趣啊，有趣，这才配做我的对手。德蒙王爷挂念是鄙人之福，实不相瞒，今日欲向毕苍王求娶。我知道你定是不会答应，所以劳烦王爷把命留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
走！跟上王爷，快走！快！